体重上吨的大象竟被小小的麻雀包围，成群的麻雀阻止了大象前进的脚步。视频中这些麻雀聚集在一起，看起来密密麻麻的数量众多，但这其实只是非洲麻雀的冰山一角。麻雀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四害之一，而非洲地区竟有15亿只麻雀。为了消灭这些麻雀，非洲政府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就连炸弹都用上了。麻雀还是如此猖狂，非洲地区为何有这么多的麻雀呢？在视频画面中，一群麻雀阻挡了大象的去路。大象对这群麻雀深恶痛绝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麻雀虽小，但胜在数量众多。此时正值旱季，动物们都需要寻找水源，补充身体需要的水分。而大象试图前往麻雀的地盘饮水，麻雀怎么可能答应？大象这样做是在入侵自己的领地，麻雀便团结起来一起攻击大象。事实证明，当数量足够多的时候，体型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大象在麻雀的包围下，想必非常后悔，一开始就不该和这些麻雀抢水源。这些麻雀是非洲很常见的红嘴奎利亚雀，在2006年的统计数据中，红嘴奎利亚雀的数量就已经多达15亿，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，如今已经多到无法估量的地步，被冠以非洲大蝗虫的恶名，足以见得红嘴奎利亚雀在非洲有多不受欢迎。这种麻雀虽然不起眼，但它们拥有超高的筑巢技能。和其他鸟类的简易巢穴不同的是，红嘴奎利亚雀有一种独特的编织技巧，它们会用长叶或者草茎在农民们种植的甘蔗或者芦苇、树枝上编造一个又大又结实的巢穴，就像是一个坚固的编织带一样，即使刮风下雨，这个巢穴也会在树上纹丝不动。都说蝗虫是农民们的心头大患，非洲的红嘴奎利亚雀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红嘴奎利亚雀的数量已经多达15亿只，用炸弹轰炸都无法消灭。这些麻雀如何发展到如今这个数量的呢？蝗虫之所以可怕，一是因为它们的数量足够多，二则是它们会毁坏农民的庄稼。而非洲的红嘴奎利亚雀兼具这两种特征。从繁殖能力上看，红嘴奎利亚雀的繁殖能力比蝗虫还要强很多，蝗虫一年也只能产2-3代，而这种麻雀一年可以繁殖3次，一次产4-5枚卵。这些鸟蛋只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孵化出来，1年后又可以继续繁衍后代，繁衍速度如此之快，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非洲也就不奇怪了。小小的麻雀却带来了天灾，它们以植物的种子为食，每次出现都是大面积的横扫，这片区域没有食物后，它们又会一起前往下一个地点寻找食物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上一只麻雀一起前往农田，短短几分钟内就将农民们的粮食霍霍光了，给当地人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非洲的粮食产业并不发达，不少国家都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，粮食产量本身就比较少，现在还被麻雀糟蹋了，麻雀就成为非洲大蝗虫。麻雀在我国以前也是个大麻烦，当时全国各地都在用放毒饵、火枪伏击等方式消灭麻雀，在除四害活动中，麻雀被大量消灭，当时短短3天时间就消灭了40多万只。为何非洲人不效仿我国捕杀麻雀呢？非洲人为消灭麻雀甚至用上了炸弹，但这些麻雀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。在南非和肯尼亚，当地政府动用了炸药和火焰喷射器，当时确实消灭了不少麻雀，起码有10多只麻雀死亡，但还是无济于事。麻雀是除不完的，它们的繁衍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农民们为了消灭麻雀，也自发性的在麻雀经过的区域内喷洒上高浓度的农药，政府也曾使用小型飞机在农田上喷洒农药，还有一部分农民采用最原始的方法，用捕鸟网来捕捉红嘴奎利亚雀，将捕捉到的麻雀送往市场上售卖，也是一道不错的野味。然而这些方法都只能短暂的消灭少部分麻雀，过不了多久，它们的数量就会再次恢复。非洲的红嘴奎利亚雀之所以难以消灭，是因为它们大多都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草原或者野外，这里的人口相对稀少，即使遇到了这些麻雀上门抢夺食物，农户们也无法将它们一网打尽，它们会经常迁徙，寻找新的觅食地点，因此很难将它们集中在一起捕捉。其次就是按照红嘴奎利亚雀的繁殖速度，想让它们彻底消失其实是不太现实的。最后就是红嘴奎利亚雀的数量众多，它们不仅不惧怕人类，连大象、狮子这种体型较大或是攻击性强的动物都无可奈何，它们没有任何天敌，在非洲兴风作浪。对于非洲红嘴奎利亚雀泛滥，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？